那左荣泰只是说癌油要盖牌吗？到底怎么回事？哦，石琼良说院长上礼拜我就知道了，只是应该再考虑。所以换句话说，到底是怎样？哦，这要公布还不公布？哦，所以赖清德说这种话，说中联油没有立即通报很不应该，应该依法就办，所以罚了1亿6500啊。那另外呢，这个卫福部长终于道歉了。石崇良说，业者延误通报，害政府无法介入，一定重罚。换句话说，如果业者不通报，你政府都完全没有办法吗？都要靠业者吗？哦，照理讲，你造一个这个双重机制嘛，业者要自主管理，政府也应该这个要想办法能够掌握情况啊，不能都靠业者啊。那卫福部独有报告给2张A4纸，国民党委员说你是不是在敷衍全国人民吗？所以洪威就很不爽啊。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委员要行政院长、卫福部长下台，王世坚说：“哎呀，现在事件还没有水落石出，等到水落石出再究责吧。”啊，民进党2014的时候呢，拍个食安骂国民党做不好就换掉。哦，所以网络就是说这是回力标。现在政治现世报都很快的，不过这也是民主政治本来就这样，你执政你要负责，不好你下来，那换其他的在野党来监督你了哈。那另外呢，我们今年进口了将近60万公吨的巴西大豆，所以卫福部证实，猎用业者恐怕混豆，把豆子混在一起购入。因为巴西大豆的含水量特别高，当含水量高的时候，就容易有长霉啊，或者里面会变化这些。所以它有可能从源头进来就有问题，那也有可能制造的过程中有问题。那以前我们对这个本便比呢是没有比例的。我们2018年跟欧盟接轨，欧盟的标准变成我们要用的标准。所以现在中联大家提一个问题，就中联如果用的设备，它在我们跟欧盟接轨前，它就开始生产。如果它的设备没有改，如果它的制程没有改，那它油品当然就好，因为以前本便比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就会有问题。到底是怎么样？这个现在都不确定啊。我们看一下，做不好就换掉，是你们说的，做不好就下台啦。国民党立委黄建豪拍桌，宛如一声令下，同党立委跟着上前举牌就责致癌油风暴，只回收1%多的毒油，送给卫福部部长林佩祥拿出毒油要送给卫福部长石崇良，但他好尴尬，伸手碰一下又缩回。部长回应，部长请回应。石崇良连休息时间都没被放过，蓝营立委逮到机会再度围攻，点名部长下台，负起政治责任。那请问一下，这件事情有没有要负责？部长你要不要道歉？这时才有绿委林月琴和范云出现帮忙解围，但蓝营发出假动，人数占上风，让绿营寡不敌众。不止吵架吵输人，蓝营连提临时动议，要求行政官员下台，绿营连表决都输。就质询就直接质询，也不用休息了啦。不然你叫他坐着不要回答。现在代表什么态度啊？他愿意起来回答，你不让他讲是怎么样？反对的请举手。反对选云林的刘建国刻意消失镜头外，难道绿委也挺不下去石崇良吗？明明卫环委员会绿营有7人，仅4人在场，传出要选的绿委也对这次的危机处理颇有微词。本案应该社会大众最在意的就是整个食安的一个问题合法的制造里面呢，去检验出这一些致癌的这样的一个超标的一个物质。那当然，社会大众也会做一个紧张，就怕食安这把火，民怨持续累积，执政党牵动的将是地方选情。这个卫福部有很明显的失职嘛？你从他决策变来变去就知道，7月2号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就决定说不要公布第2层的食品，第2层食品就是用这个问题油所做成的加工的混合油或者其他食品，他说不要公布，而且也不用回收。好，那你现在7月7号。全部通通都要公布，也通通要回收。那7月2号到7月7号这5天，如果因为你的政策反复，有人把这个致癌的油吃到肚子里面去，那出了状况，到底要找谁负责？不就要找你卫福部负责？所以我觉得光是卫福部的决策反反复复就出现，它就证明出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他那时候讲说，成分用问题油成分20%的，一开始都一直坚持不要下架。这个20%是怎么算出来？大家也觉得很奇怪啊。有一种说法是说，因为
它这批问题有它是验出来是8毫克嘛，好8毫克，那如果是20%的话，8除以5就变成1.6，而且1.6就小于2是标准嘛，小于2就符合啊。有人是这样子算的吗？所以刚刚罗廷伟才会讲说，好，洗脚水，那你来喝啊。是按照我们的食安法，是只要有致癌物，有就不行，有的话你拿这个东西去加工，然后去生产就不行。所以卫福部很怪。那我自己觉得啦，我是觉得他们一开始就是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是想要息事宁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第2层食品，大家在很多通路都买得到。如果说他公布了，我们都会去比对嘛，这个泡面啊，我有吃，你立刻就会感觉到不愉快，那个就会把那个愤怒投射到政府身上，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是想要把这个事情看是不是2、3天新闻混过去就好。但问题是，你看一个政府，你发生危机的时候，你想的是怎么混过去，而不是怎么样用最高标准帮人民的健康把关，这个也是有很多问题啊。然后再来我们来看那个刚刚我们新闻讲赖总统发文，赖总统你发文晚多久啊？晚了1个礼拜7天，晚了7天但是赖总统是不是不重视食安呢？其实他重视食安，但他重视狗的食安，所以他前几天呢吃狗食，然后说还跟他家的狗说，这个我吃过，你试试看，就是他对那个狗的食安很重视，但对我们一般人的不重视，我觉得这个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人民的不满，就是怎么总统会重视狗不重视我呢？这就有点像是那时候疫情期间，蔡英文总统就是我们很多人不幸过世，他都不表态，但是拜登狗死掉马上发文，我觉得类似那种既视感。所以后来赖总统他亡羊补牢 po 那个文也晚了，而且他 po 的也是废话，什么该下架就下架，该惩处就惩处啊，不然该下架不下架嘛。所以整个政府真的。还有就是被人家找到，就是2014年的影片，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非常伤。那时候民进党好会选举拍了2支一说做不好就换掉，一个是从一个餐厅老板的角度出发，说我好想给我的客人吃一碗安心的饭，就为什么连这个邮政府都不能让我安心呢？做不好就换掉。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从妈妈的角度出发，说我好想给这个小孩吃，可是政府怎么都这样的。好，那同样一句话就送给民进党嘛，你们做不好吗？是不是自己自我了断就好了？我是觉得卫福部完全知道，他为什么要隐秘他知道这3、4个月1300公吨，我一直跟大家讲，大家数字要清楚，1公吨是1000公斤。130万公斤，台湾2300个人，我除了一下，每个人都吃到56克，那 baby 怎么可能不吃？所以一般人可能吃掉60、70克，公克不少啊。这像水银泻地一样，无孔不入。卫部是知道的，所以为什么想算了呢？能够赶快 cover 过去的就是原因。对，而且你不要忘记，台湾是美食之都。现在暑假到了，所有人到了韩国、香港客到台湾来，就是要吃美食。你突然之间爆发这个事情，这不会是国际新闻吗？这当然是国际的新闻。我同意刚刚元之特别讲，把那个时间序弄过来。而且最近来看的话，你真的是来看看他们那2个拍的这个影片，包括还调出了2014年那时候，包括蔡其昌、包括叶宜津、包括陈其迈，他们那时候在骂政府。你把他那个不要把他们的脸把它遮起来，他们骂的政府，你把它放在2026年12年之后，完全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他们那时候说中央该如何的负责，你如果做不好，你谁该下台？你开始指明当时的江宜桦，你刚才指明当初的卫福部长，甚至连廖马英九都要下台，完全没有违和感。所以现在这个回力标过来，我觉得这个人来说的话，除了是食品争议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危机处理的问题。你不要忘记了，在我们2016年我第4当立委的时候，那个时候蔡英文为什么会当选？他从头到尾的政策60%以上都在讲什么？食安5环，因为这是2014年的事情，然后到他要出来的，到2015年所有的政策，所以他们的不分区的第1名就是找一个食安专家。那时候食安帮这个蔡英文得到多少的票源，所以大家如果把这个食安5环放进来，那曾几何时，现在目前为止完全所做的事情跟10年前是一模一样，而且包括现在的食药署署长，他那时候也是因为这一连串油的事件当中，他以学者的身份来告诉大家，那时候业者要自主管理，然后他提出来，当业者要自主管理的时候，就会变成政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因为到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政府也就说由业者来负责，这是他在2016年所讲的。可是今天当我们的立委去问这个我们的食部长的时候，食部长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业者要负责很大的责任。那你这句话不就是跟你10年前所讲的可能发生的破口一模一样，只是你的角色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回力标，然后更不要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包括你这么重要的事情当中，我们这个卫福部长还要去跟绿委私下，包括沈伯洋私下去告诉他说目前的状况处理怎么样。那沈伯洋跟一些其他的立委就因此又来究责蒋万安这个地方政府，然后一副这就是蒋万安处理不好，在内湖淹水处理不好之外，那问题也没有办法处理好，然后呢，台中市议员也在质疑卢秀燕，就好像变成这一切过去认为马英九跟江宜樺该负责的重要的部分，现在变成是蒋万安跟卢秀燕要来负责。那这个东西再把它加进来，你也难怪今天所有的立委全部站上去。还有最后一个，你会发现，任何时候只要在立法院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蓝营这么多立委一定有等量。差不多量的这个绿委也一定会大家彼此互相的对峙，就今天完全没有，那表示什么？表示他们也觉得也看不下去，完全站不住脚吧。来嘉玲，我想这次的危机处理确实不及格，但是呢，现在要紧急处理的部分就是包括第2层、第3层的部分这些的油品还有加工的食品所以我们大家身为这个很多的家长最担心就是孩子在学校的营养午餐，也还好现在因为放暑假所以没有造成大家太多的恐慌，但是这不是好，不见得就是这个事情就不重要，而是说呢，我们透过环环的去检查，其实地方的卫生局跟中央的食药署中间呢，一定有相当多的联系管道，我认为应该互相合作了在这时候让互相指责，或是说蒋万安做的不好，卢秀燕做的不好，谁做的不好，这个都不是重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地方政府优先发现了，他优先公布这些是好事啊，对不对？好，你像高雄也是去查了，台南市也是去查了，之前的批号都查的没有，那新北查到有50间学校，我想这个是我们必须知道公开透明的资讯再者，我对这个20%的这个不需要下架，我也很有意见我觉得。在想什么呢？你只要1%都不行了，预防性下架，懂不懂？预防性下架，懂不懂？因为我们是恐慌，担心我们吃的东西，你难道拿着食品还去对说，有没有在表里面？你不可能去这样对。那当然我知道说食药署也许他会觉得说，哇，这个影响层面很大，就是影响层面很大，才要诚实去面对它。就是因为影响层面很大，你才要觉得说这个代志就要紧的这跟选举无关如果有人拿这个东西来做选举的红利，我觉得也不应该，这跟选举无关。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人的食品安全，这是我们的健康问题这不是政治问题，这是健康问题。政治问题是不分党派的，政治问题也不分蓝绿，也不分什么地方中央，都不分，一定要携手合作，赶快把这个事情做个解决。今天又检查出泰山有一批，对不对？那我觉得食药署还有我们地方的卫生局要通力合作，赶快公布相关的食品，公布出来大家就不会恐慌。你不公布，不知道的就容易恐慌。越透明的，大家就越安心。这个原则，我要呼吁我们中央还有各地方政府一定要正视的。像我们在新北，我们也是一直在追这个进度，说我们新北掌握状况怎么样，有没有其他新的批号出来，我们再去做相关的检验。而我认为，我们刚才讲说都要让业主自主去管理，这当然不够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检验的相关的流程、把关流程也好，我们的新北市政府、地方政府还有中央，要再多加把劲，多增加一些人员，互相做检验。互相稽核，才有办法确保人民的健康。去下再回来。好，这个延烧到地方政府蒋万安也点名赖清德、总统泰，他说赖清德、总统泰有愧民众信任及民众对食安的要求那蒋万安说呢，赖清德政府慢半拍，总统泰就骂他说：“你还管什么油？台风要来了，好好防台，这两回事情这个逻辑有没有问题？两码事情对不对？防台归防台，油归油，而且油是先发生的，你这才转移焦点了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少讲油了好好去防台吧内湖淹水怎么办那另外呢，沈伯洋、苏巧慧说中央跟地方缺一不可说呢蒋万安愧对蒋万安，因为说中央愧对人民嘛，沈伯洋、苏慧说地方也很重要缺一不可。问题是政策是中央定的，标准是中央定的，监督是中央去监督，整个的制度是中央定的，地方只是稽查而已，最多只有这样子。地方能做什么？就稽查，那标准是你，不是我当然，任何事情中央跟地方都必须要合作了，什么事情都是要合作，但是还是到底主要的责任是谁，很清楚在这个地方嘛那这个吴思瑶说蒋万安对独有，你看最近是讲乐不思北，
你对独有好乐都不想台北市了，所以呢，这个食安政治攻防不应该挂钩。你现在把食安跟政治挂在一起了。吴思瑶妈讲完，我们看一下，没有一个政府会放着食安问题而没有人去处理，我们是积极在处理，但是我们也要顾虑到整个资料内容的一个严谨。正确，他们已经在做这个工作了。谁该负政治责任？卓荣泰没正面回应，而台北市长蒋万安点名质疑中央应对慢半拍。中央食药署在6月底就接获通报，但是赖清德总统、卓荣泰院长却在这2天，也就是整整1周之后，才出面向全民说明。这件事情也有愧于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以及对食安的要求。但民进党第一时间批评北市，责推中央，北市府也反击，总统是不是忘了自己当年呼吁？他那时候还说的就是马英九政府，你怎么可以以拖代变，然后以拖代骗？当你现在是执政党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到同样的论述？吴思瑶委员还有沈伯洋委员，他们是民进党的执政党立委，就应该要善尽监督职责。这个没有再分什么中央地方，这个就是中央地方一定要协作。中央地方时空角色不同，再度面临问题但苦的依然是民众。当然，食安跟政治攻防上面，当然大家都希望不要挂钩，大家也都希望食安这件事情是可以好好处理好的。但是问题是，中央现在就没有这样做啊。地方政府现在能做的，当然是帮忙擦屁股。那可是中央还在喷政治口水。防台这件事情本来就有一些相关的 SOP， 它也有这些区公所该做的事情，还有各级长官大家该做的事情。所以像是台北市的这个 EOC 也是照常开会嘛。那可是问题是，防台的时候大家在家里吃的是什么？可能就是这些饭团啊，或者是这些微波食品等等，我们每一口吃进去的时候，都要稍微思考一下，说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所谓的有致癌的物质等等的。所以当然这些东西源头管理的这些权限，当然是在中央。那中央到底有没有做好？如果你源头没有管理好，当然每一个县市政府都要疲于奔命去到处检查跟到处稽查，然后把所有东西再下架，这不是很奇怪的逻辑吗？就如同这个毒驾事情也是一样嘛。如果源头中央有管理好的话，地方政府这些警察还要拿着自己的生命安危去到第一线去做稽查，或是去抓这些犯人吗？我觉得中央应该要换一个思维啊！这时候不要再喷政治口水，真的拿出诚意来，做解决。不然，其实民进党这些地方上的政治人物，我相信也都非常两难啊！哈，一下子到底要护中央，还是要护地方自己的选举？食安的这个问题，当然不要跟政治做挂钩，能切割当然能切割，但是问题是中央要拿出态度来，不然卓荣泰就欠全民一个道歉，卓荣泰下台，甚至石崇良也应该要下台啊。而且我们比较这个2014年跟这个2026年的这个2次的这个油的那个事件，2014年真真实实的都就是地方政府要负起的责任呢。因为大家还记得吗？就因为事情已经很久了，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屏东的一个老先生，他回家呢去种去开始要去他回家开始去养鸡啊等等养田啊种田啊养鸡，然后他就检举了地方上面的一个人地方上面一个郭烈成，他这边做地下油厂然后就跟屏东县政府检举，屏东县政府都不理会。后来他跑去跟这个台北，他到这个透过友人去跟台中市政府的警察局报案，2013年的时候去报案，到了2014年4月的时候呢，才转为由屏东地检署来去侦办，然后一连串拉起来的，才什么强冠啊、鼎新啊、黑心油的事件这样子弄起来的然后那个中央政府当然就是马英九啊、江宜桦，他们在这个案子就是明白那一整个的黑心油的路径之后，很快就下达指令要相关的单位来进行这个彻查。可是那个时候，民进党的包括蔡英文啊，还有他们的这个立法委员等等，都已经抨击的非常的厉害的，就是说江宜桦要下台，什么要下台，要下台。可是从这个2014年这个事件来讲的话，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地方政府你稽查不力然后中央政府本来就是对，就整个的行政的体系来讲，我们都希望说食安单位食药署啊各方面呢能负起应该有的这个责任。那时候民进党批评的这么激烈，然后对照到今年这2026年的这个事件，
南桥它作为一个下游的，他们检验出现问题了之后呢，他们往上报，然后往上报了之后呢，这个案子呢才被曝光出来之后，这3家大的油厂哈，你用了这个中联的油脂，然后你贩售出去的批号跟你这些的相关的事情，资料掌握在谁手上？当然是在中央政府的手上啊。所以说，沈伯洋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故意去混淆那个焦点，说什么你地方政府应该要如何的去做。怎么有这种事呢？大家还记得吗？一开始的时候，台中市政府他就公布了他的这个第2层食品的这些的批号的时候，那个时候食药署还不愿意公布啊。然后石崇良署长呢，他到今天吧，他不是说他们在呈报给卓荣泰院长的时候，卓荣泰院长觉得兹事体大，要再考虑再考虑，对，要考虑再考虑。所以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延宕到现在，到目前为止责任不清楚。当然是中央政府的责任啊！我觉得刚刚嘉玲讲没错，我觉得这些大官脑筋不清，牵涉越多的时候，你越要重视。你不能说因为会牵涉很多我就盖牌嘛。你牵涉，当然你牵涉很多业者，但他的消费者是更多的嘛。你这优先顺序轻重缓急不知道吗？我告诉你，这3家是福茂油脂、泰山企业、福寿企业，这3家各出33.33%作为中联的股东。所以他们搞在一起哦，彼此自己讲讲就好了，没有通报给政府嘛，才发生这个问题嘛。廖元之，对，所以看得出来，就是他一开始真的，他有一种说法是说他是怕得罪业者啦，然后因为那时候不知道是石崇良还是江志刚讲说，他们这些业者也是受害者，石崇良，所以感觉上他那时候就是比较站在业者的这一边，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卫福部你的重点应该是保护大家的健康，所以怎么会是这个站在业者那边？然后第二个哈，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说每次遇到这个事情就开始喷政治口水或什么之类，但监督中央我觉得不是政治口水，反而是沈伯洋、吴思瑶第一时间这个油的事情出现之后呢，立刻把矛头指向蒋万安，然后说蒋万安什么乐不思北，跑到台东去。那结果吴思瑶跟沈伯洋被他们的脸书被灌爆啊，因为他们2个是立法委员啊。沈伯洋其实还是立法委员，他不是阳春市长候选人啊，所以他第一时间应该是要去监督卫福部，跟卫福部长说要从严来保护人民的健康，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去骂蒋万安，所以很多人就说你是不是应该扮演立委的角色？就是他后来可能被骂怕了，所以隔了3-4天之后呢，真的找了卫福部，在一个会议室开了一个会吧，然后公布了几点他的建议，但是他的建议也都是废话啦，什么应该要公开透明啊，追查流向什么也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反正做样子就对了。那现在呢，忽然间他们又改口了，讲说，哎，这个大家不要什么骂来骂去啦，中央地方跟一条心。对啊，本来就这样，那你一开始为什么骂人家嘞？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很奇怪，我可以完全变脸嘞，神也是他，鬼也是他，先骂别人，结果回力标之后呢，又说啊，我们不要互相骂来骂去，那不是证明说你们第一时间只是想要搞政治斗争而已吗？休息一下再回来。好，8位台风，估计明天海上、陆上台风警报会一起发布。好，那另外呢，而且越来越胖，它有3次增加威力，说稍微降的又增加了，又增加了啊！你看，真的很胖哦，看到吗？这一路这样走过来啊，所以呢，这个看起来这个对台湾威胁是蛮大的就不管登不登陆，其实威胁都很大，但外围就300公里很大环流。那蒋万安开专案会议防台，上次说台风没有什么，就搞得很多地方淹水。这次台风说这么严重，那到底会怎样？当然很紧张。蒋万安说要提前部署，及时应变，快速复原。那另外呢，这个他已经重话命令区公所，别给我发生任何要紧急调度的事情，就你事先要准备好，不要到时候哎呀这个沙包不够啦，什么抽水机不够啦，这个不够，现在就准备好，未雨绸缪所以呢，不管沙包机具一定要多，不要少，要把握今天48小时开始的黄金时间所以你看这台风这样过来这么胖这么大了，包括台湾在这个地方，不管怎么走，台湾都会受到影响那内湖上次内湖是重灾区，所以呢
原来给他的150个沙包，所以已经呢用完了，所以再给300个沙包到内湖金龙里啊。那另外呢，到底礼拜五放不放台风假？哦，因为大学那个什么考分科考试都延了，都延到下礼拜1、礼拜2了。哦，那礼拜五放不放假？蒋万安说礼拜4晚上8点宣布，但是如果放就是放整天，因为有可能是礼拜五上午还好，到了下午才严重。那但是问题是我上午是上班，平平安安上班，那回家怎么办呢？就可能会这个刮风淋雨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放就是整天，我觉得这是对的了，哦，不要搞那个半天，为那个半天搞得大家都很担心哈。那另外呢，经济部会同相关单位去看台北市的防汛准备，哦，经济部也下来了哦。那另外呢，说这是蒋万安的考验，因为中央已经出手，经济部下来了，而且勘察内湖，还下达指示，尤其卓荣泰昨天说，我也是受灾户，我也住在内湖，所以呢。这个内湖到底是变成大家这个众目的焦点啊，看看到底要怎样啊？那赖清德那天也在讲，在什么指南宫嘛，是不是？好像在指南宫也讲，指南宫哦，说哎呀内湖啊，以前都不淹水啊，现在淹水啊，等等等等。我就讲说乱扯一通，为什么叫内湖？为什么要来吼？就是他以前这个地方就多雨的地方嘛。像昨天我这边录完影出去，这边下大雨，到了大安区没雨啊，所以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靠山嘛。哦，这个地方。以前也淹了，我不是讲吗？我跟内湖渊源可深了。我22岁当狱官的时候，就在内湖工兵学校当教官。哦，我教机械设计，在工兵学校，现在是3种，那是叫工兵学校，常常淹水啊，怎么不淹？下雨就淹，下雨就淹了。哦，那这个说主要就是打蒋万安了，哦，一心斗争蒋万安了，哦，所以呢，是你地方责任，所以蒋万安这次，哦，要绷紧一点，皮绷紧一点。那另外，基隆把台风标准下修了，哦，下修，原来是要350毫米才有台风假的，现在降到200毫米，哦，而且不管平地跟山地标准一致，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山地哦下雨了，平地没下，通通放假哦，这个标准呢不分山地平地，只要预测到了200毫米，停班停课，哦，那跟这个双北及桃园350毫米是不一样的，所以北基桃是不是基要脱钩哦？那另外呢，蒋万安说还是共同生活圈嘛，哦，要协调啊。谢国良说呢会共同讨论哦，共同来决策，但是呢，基隆说我们地形可能跟这北桃也不一样啊。沈伯洋也认为说应该有平台来讨论，而不是就有一个县市突然自己做决定，但是每个县市情况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一下，成堆的沙包躺在路边，为避免内湖再淹，在8位台风侵袭台北之前，内湖区公所开放民众领取沙包做防台准备。金钟里的沙包，我们一起开始先预制150包。那这一次大家也看到超级强台即将来临，所以民众索取一空。那今天会再送300个沙包到里内。不够就补，毕竟有了上回经验，居民对沙包领取很踊跃。同时，台北也强化防汛清淤作业，但行政院长卓荣泰似乎还是很不放心，甚至强调自己也是内湖的受灾户之一。我希望地方政府要能够专心做好防台的准备。所以对于这一次的强台，我们严阵以待。所以今天再次来到 EOC， 听取目前最新的气象预测。这一次的台风相当于2015年苏力尔台风所造成的灾情，同时我们也即刻的针对相关灾后复原的工作跟计划，拟定了相关的 SOP。做最万全准备，毕竟中央气象署公布的各县市台风侵袭几率，台北市高达97%，西北桃园都是94%，宜兰97%，基隆98%，新竹县89%，台中73%，南部如台南、高雄等地则逼近50%，东部的花莲有87%。至于放假与否，各县市正在密切关注当中。但原本联动的北基桃、基隆市府以松口拟将标准下修。那当然，我们也依照过去的经验，跟基北桃各县市来共同讨论，因为这一切都是要到届时台风确实登陆可能造成的灾情，要做一个重整的评估跟判断，保持密切联络。毕竟北基桃一旦脱钩，可能让跨县市的通勤族无所适从。来真。
我觉得这北北基桃彼此之间还是要有一个联络的一个平台啊，毕竟啊不是只有说这个基隆跟台北脱钩，因为太多人是住在基隆到台北来上班，那到最后基隆不上班，台北要上班，那请问这些人怎么办？所以已经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只要两地只要有一方，你就不能用什么催情啊或什么之类来强制。那当然也都会知道，因为你就是一个工作上的属性来说的话，我即使你有规定是这样子，但是我就是到台北上班，台北就是要上班的时候，我怎么可能免于我因为基隆放了台风假我就不去？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我认为北北基桃应该为大家来着想，应该是更何况现在是暑假时间了，暑假时间真的是能够给宽容一点啊。不过我还是必须要讲啊，这是内湖，高雄其实也有这样，高雄其实有非常多，像我们那时候即使是市长不断的去看的这个。看了非常多的抽水站的等等之类的，但是瞬间降雨那么大，一下之间啪一声，那个真的是有时泥，像我们那个田寮阿莲那个地方，特别是田寮那个月世界有没有？那个整个泥沙是全部滚下来的，那要清了3天5天才有。所以说你不要看只有台北，其实高雄也有一大堆的这个状况出现，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所有的这个批评都是在蒋万安的身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选举一来，每一个地方都会被强大的一个检视。所以呢，这一次来说，你看蒋万安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开始做好所有的防台准备，所以呢，我绝对相信，在选举当前，任何的县市首长对于已经有发生的我们那边的湖内这边的内湖，好吧，不管是哪一个，都一定会严阵以待。那我们只能说该做的就做好，但是还是要凸显一件事情，瞬间雨量一下之间降到那么多，以我们过去20-30年的地下水道里面一批的配备，你现在没有办法。所以当很多人就在讲说，我们过去花了几千亿的治水经费，那时候在地下水道里面已经有做到一个拓宽。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都已经花了那么多的治水的经费，那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瞬间雨量这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以至于每一次只要发生灾情，就是中央跟地方互相批评来批评过去，苦的还是灾民嘛，彻底找出方法才是最重要的。不过我觉得很好笑啊，这个经济部长今天去视察，提出3点废话啊，确实清理水沟。老天啊，你前一阵你看台北市到处在挖水沟，就是要早一点清。今天再去清水沟，明天台风就要来了，来得及吗？水沟是1天清理的好大。第二个呢，要把这个滞洪池的水放空，要腾出蓄水空间。台北市这些公务员不知道啊，还把你的蓄水池都满满的再来蓄，怎么蓄啊？第三个呢，要盘点抽水机机具要能够这个运作，也是废话啊。对啊，都在做了，平常都在演习啊，平常都在演习。你平常不演习，到时候用兵千日，这个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就不动了。公务单位人都知道，养公处他不知道这些事情吗？静怡。其实这个台风天，我觉得相关的 SOP 都有，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台大的气象团队，其实他们的预测或他们的数据，其实都还做得非常非常细。尤其之前科长在的时候，每一个小时的汇报，他会做得越来越细致，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这种台北市各个区域，甚至是阳明山啊、山区等等啊，新北市比较沿海地区，大家的风速会到如何？这次8威的这个预报看起来风会很强，那风强当然最害怕的就是路树倒塌，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台北市政府要认真处理的那包含这些清沟等等的，其实都是例行性的工作啦。那我觉得路树倒塌其实会造成不管是车辆财物的毁损，或者是大家的生命安全上面会有一些威胁。我觉得这个是这一次蒋万安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考验。在选举之前来的这些不管是天灾也好等等的，都会间接的影响到选举，这是无可厚非啦。那当然。这一次这个区公所，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可以再做得更细致一点，因为上一次内湖包含在做这些沙包的运输等等的，雨一来的时候，有些民众打电话去区公所要沙包，那区公所是说，那你自己过来拿。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可以再做得更细腻一点，有更多的人力可以去到第一线去协助灾民，包含我们这些内湖的这些民意代表，通通都下去协助灾民复救家园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蒋万安要再做得更细腻一点的，可以让大家感受到
更多的温度尤其在台风期间。那回头来讲一下这个卓荣泰或是经济部我觉得经济部真的要教一下食药署或者教一下卫福部可以到第一线去视察。那我们这些卫福部的这些官员，还有食药署，不要只坐在室内开记者会应该也要到第一线去视察。有啦，他们有去中联，才能让大家更看得到说，哇，我们这些都有在做事情嘛。那石崇良也不用突然中间的时候才切入记者会应该要赶快到第一线去做视察，这样才可以让人家知道，我们食安跟政治攻防跟政治口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我们把食安摆在第一位，应该要建议一下食药署或卫福部要赶快这样做。我这个人是这样，有做事我就给赞了因为蒋万安这次显然比较谨慎一点刚赵大哥在讲说经济部讲这3点废话，那就是上次都没有做为什么？因为上次水沟没有清嘛，所以水沟里面长出山苏，还有头撒在那边游来游去，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就基本要做，你本来就要做，这次如临大敌，这是态度是对的。第二个机具没有到位那时候游淑慧还有这个陈佑成2个议员都不是民进党的，大骂为什么我要打电话找公局局长找不到人，要调机具到不知道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那一次蒋万安假就 gay 啦，所以他现在有做了万分的准备，是对的。我们给他按赞，因为全体台北市民是不分蓝绿的，你都要照顾的，没有错那我也等一下，我刚刚在讲这个卫福部其实我虽然说卫福部的危机处理不及格，但是有时未晚它毕竟改变了嘛，所以我说发夹弯虽然弯，但是你还是得弯该做你还是得做，所以他慢慢的要把这个失去的分数慢慢调回来，我觉得整个危机处理才会算圆满那现在去究责，当然你可以究责，嘴巴可以究责，可是现在当前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整个危机把它处理到一个阶段，再来究责也不晚休息一下再回来。台铁票务系统全台大宕机，官网影响了 ，APP 影响了，自动售票机影响了，为什么？说是因为冰水主机故障，就一个冰水主机故障了以后呢，就造成整个系统当了，所以呢系统就挂点了。那怎么办呢？改离线售票，就不能用机器售票了，离线售票用人那就很慢这效果就很差了。然后呢，到了6点23分早上才修复那所以呢，这个旅客就哀嚎，误点是遇过了，误点没有遇过断网，连票都买不到，反正在网上买票就好了，现在需要离线到现场去买票那到底怎么回事？网络公告说系统维护，什么系统维护？就是主机故障了嘛，你冰水主机平常要不要修复呢？冰水主机一定是冷却用的嘛，就没有了系统就过热就不行了，所以呢，这边要立即定会在网络上订票就没有办法订了。然后这边就讲说，目前系统维护中，暂时停止服务，造成不便，敬请原谅请稍后再使用 ，sorry 讲不废话嘛这马上要订票订不到了然后呢，官方第一时间回应叫做暂停服务，系统维护其实是坏了，什么维护？维护平常叫维护维护就不应该影响人家购票然后就说台铁呢，这里面这很老大了，曾经就被他拍到说在办公室里面玩战斗陀螺、射飞镖，然后呢，他把摩托车牵到办公室里面来维修。摩托车是办公室维修的吗？因为在厂房里维修就是反正这纪律就很松散了然后呢，这个虽然说公司要改革，但这还是频频出包，所以被人批评说管理松散，螺丝也松了就变成这个样子我们看一下。一大早准备上班，来到火车站，但自动售票机怎么不能使用？而且不止一台，是一整排。台铁票务系统今天清晨突然没有办法使用，有民众一大早准备订票，以为是自己网络坏掉了，结果是 APP 没有办法使用，就连电子票都跳不出来。来到火车站，因为自动售票机全部故障了，民众只能到柜台买票。台铁表示，今天清晨4点半到7点半进行相关系统的维护，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杨南京。我觉得台铁比较大的问题它在这个连接就是高铁还有这个通勤的这个系统上面，它今天早上的这个宕机呢，就引起很多这个通勤族的这个抱怨
然后呢，它主要的就是反映在说，它这个整个的管理系统跟它的这个亏损的一个状况，它其实是一直是我们交通系统里面中的一个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的问题哈。所以呢，当它因为一个冰水的主机，然后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购票这个故障的时候，它引起的民怨才会这么的深啊。如果说台铁它在整个的管理系统，它在整个解决它的营运的这个路网上面，以及它在亏损的部分上，它长期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比较优质的一个管理系统的话，一个单一事件的系统故障，它所造成的不便和它所造成的那个究责的这种反弹的声浪不会这么大啦。我觉得像这种公营的这种交通的这个系统，它其实长期累积下来的都是它的体制比较老旧哈，然后整体的要来去改善它营运的时候呢，又牵涉到我们的这个交通部门的官方政策上面的一个问题，所以它就是常常会出现这样子一个状况的时候呢，会让民众者怨声载道了。高铁如果不是开始是民营的哈，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效率。是，我都有点担心，现在变成国营以后慢慢它的服务啊，它的清洁啊，它的那些座位，你看我慢慢都老旧了哈。整个将来会不会也慢慢高铁？希望台铁高铁化，而不是高铁台铁化，变成这样子了。学姐。台铁公司化之后，本来大家有在讲说这个票价要不要涨，那当然很希望台铁公司化之后会有所改革。可是因为一个冰水主机坏掉，你就整个那个运输系统或是买票系统都宕机，这好像也说不太过去。所以这反映出整个公营事业从原本这些硬体到软体的设备都是不及格的。所以刚刚新闻说这个台铁的螺丝是不是松掉了？我觉得台铁的螺丝不是今天才掉，是一直都没有锁上去的感觉。一个交通运具应该要给人民更多的信任度，包含你的准点程度，包含你的交通运输是否安全，还有包含你的服务品质等等。但这些东西过去大家也知道，台铁在分数上面确实不是到非常非常高，所以这种韧性要怎么叫人民去信任你，或者是更多的要想说今天早上要搭台铁，有一种抱持着今天不知道搭不搭得到的感觉。所以台铁公司化不是改革名字之后就可以，或者是不是制度改革之后就可以做认真的改革，是真的要从内部里面包含员工的制度等等，还有整个服务品质水准是不是可以上升，这才叫做真正的改革啦。因为它这个冰水主机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它要散热了，包括整个环境啊，这个像这个车站的冷气啊，冷气都需要靠这个冰水主机来散热。另外，它的设备、机器设备也要靠冰水主机散热，那个就是核心中的核心。你散热都坏了，过热就宕机了嘛，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应该好好维护，都不好好维护，那这。对，它不好好维护，然后造成全面性的，然后全面性的时候，大家都想知道是什么缘故的时候，竟然说系统维护。你知道是这个状况，如果你平常有维护的很好，你会知道检修的时间需要花多少时间。那时候我们民众没有办法用 APP 买到票的时候，你是否有个更好的一个处置？不是到临柜你才去买票，或者是你是否启动所谓的接驳班车等等之类，让人家展现出好，这个既然是已经没有办法避免，已经坏掉了，那我之后的一个所延伸的服务，让我不会造成我那么大的交通上面的一个困扰，你起码让大家有感受到嘛。那显然没有，所以今天被骂翻了。我常常坐台铁，因为我每次坐高铁回去的时候，我坐4分钟的台铁的区间车，我就可以到我家。衔接嘛，对啊，衔接啊。所以你知道，就像刚刚那个静怡所提到的，我如果坐那班车，如果迟到了7分钟，我就觉得哇，今天 Q 点啊很好的。有些时候还不止这个时间，你知道，每天都在等待说到底什么时候。所以台铁基本上对于很多南部民众，台北可能你的捷运非常的发达，南部的话其实坐台铁的比例非常高，一站一站的区间车，这样一路可以下去，那个是大家的，就像捷运一样，是大家每天的。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你们或许没有感受到说这个东西对大家的一个影响。如果你在南部的话，你会知道说这个所造成的不方便是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只能说，你平常的监控没有办法做好，那既然发生事情的时候，你后续该有的 SOP。让大家感受到你是可以让我不要减少我那么多的交通上的困扰。你若连这个都做不到，难怪你今天会被大家骂的要死。其实智恩讲就是说，台北好像比较感受不到说台铁的那个车，如果是新北嘛，也蛮重要的哦。没有像因为台中那个站，
对，非常的不方便，很多人都需要连接。所以我常因为我婆家不在，就是说我们到台中去的话呢，你坐到那个乌日，你真的要到什么台中市或什么地方，其实坐台铁比较方便，非常方便的。你那个从那个地方坐计程车到很多点很贵耶。这也是，所以其实是很大的问题。这也是我讲当时台铁高铁要骂高铁的当时的原因，要炒地皮嘛。是。他想把乌日地皮炒高，想把左营地皮炒高，他想要造镇啊，学日本那个新干线。所以你看，你到高雄，他才从左营再转过来，到台中40分钟，乌日再过来又搞半个钟头40分钟，你已经高铁在这方面就失掉一半的意义了。当时最早的时候就为了想要靠炒地皮把钱赚回来去弥补那个高铁的费用，哎，这决策是错误。不，我还是要讲1分钟的话，还是要帮台铁的基层的员工说一下，他们常常都是工作了20-30年、30-40年，可他们的薪资各方面就是没有办法像其他的地方那么多。那在这么没有薪资的状况之下面，你叫他们做一个更高的效率，要越来越老化，我觉得对台铁的基层来说也是非常不公平的。那个从根本来，因为我跟台铁是很有渊源的。我当立委的时候是支持台铁工会的，抗争啊什么，就去支持他们。过铁轨哦，那时候国民党开13全会，我要主张李登辉是票选，他要起立鼓掌，我坐在那边不起立的时候，陪我很多都是台铁工会的人，对了的代表。哦，所以对台铁工会我是一向支持的，但是呢，效率还是这2回事情啦。哦，你整个台铁本身的效率啊、待遇啊、福利啊，整个还是要提高了哈。来，嘉玲。我跟台铁渊源很深，我外公就是台铁的员工。对，所以我知道这个老机器老公司确实不容易了哈。现在是郑光元董事长，他本来是高铁的董事长，他经历不错的，他学经历不错，而且他对交通方面，也很期待陆海空都做过了，对，能够有效的整顿台铁的一些效率的问题啦哈。那老机器老员工当然有感情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跟不完全就是一定是整个体制的关系，因为我刚查了一下台铁的这个定通的 App， 它是早上5点宕机，它大概6点33分修复。好，其实台北捷运的 App 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问题，我们只希望不要再发生，以后能够精进。那至于它整个滨水系统的维护的宕机故障，是半夜2点53分到6点23分来修复了哈。那我想他们已经尽力在做，我想多一点鼓励啦哈。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的体制整个组织的改革不是一时半刻可以改变的，但是有错就改。那台铁也道歉了，我想我们多点包容，多点鼓励吧。冰冻3尺，所以冰水主机就换。对，因为台铁它之前有涨价嘛，所以大家当然就会想说，你涨价之后，你服务有没有相对提升啊？那误点的比例的话，当然是大家最希望说能够不要一直误点。那其实台铁的误点的算法跟我们一般人理解不一样，他们是在几分钟以内都算是准点啊。那可是，一般的民众会觉得可能晚几分钟就是误点啊。其实我们给台铁已经蛮多宽容